解放军围台军演，英国是唯一召见中国大使提出抗议的国家。这件事儿我们肯定会记住的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由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的解放军锁台演训已经落幕，其后续的演训仍然持续展开，其影响仍在发酵。在国际上，有160多个国家站出来明确支持一个中国政策，但也有30多个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强调台海和平。但是有2个国家的表现比美国还要夸张，这就是中国的好邻居日本和美国的跟班英国。如果说日本在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，主要是基于对中国统一的焦虑，其外交战略只能抱美国的大腿，想利用解放军演习的机会碰瓷，强化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概念，把握其突破和平宪法的机会。那么远在欧洲的英国表现出来的干涉欲望更让中国人恶心，因为英国是唯一专门召见中国大使提出抗议的国家。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，叫嚣道：中国必须对台海军演做出解释，指责中方的行径和言论日益咄咄逼人，对地区和平安全构成威胁，敦促中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，不要使用武力和威胁。对英国外交大臣的表现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仗义直言，称要追究台海周边局势因佩洛西窜访而导致升级的责任。英国外交部应传召美国大使而非中国大使。他说，英国外交大臣自己没有搞明白，我解释一下。中国曾经多次警告美国，如果佩洛西访台，将会采取回应措施。被召见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当场反击说，敦促英国恪守涉台承诺，台湾地区只是中国的一个省，警告英国不要跟着美国玩火。他强调，英方罔顾事实，颠倒黑白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予以强烈谴责。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，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英方根本没有资格、没有权利对中方的军事演训活动横加指责。佩洛西窜访事件引发的危机，拜登政府甩锅给中国，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当跟班是一回事，而英国主动跳出来挑衅中国又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么英国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反华呢？这恐怕与英国目前正面临的首相选举有关。用约翰逊的话说，英国未来的首相不是男人就是女人。这不是一句废话，而是证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有可能上位，成为第2个撒切尔夫人。英国自脱欧以来，其外交政策表现出2个特点：一是玩离岸制衡，在乌克兰战场上攻火，打击欧盟地区；二是在安全战略上抱美国大腿。特拉斯与印度裔的苏纳克在对华的态度上都是极端的强硬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国内的保守派和反华势力。当然，英国人还有一点点自大，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日不落帝国呢。中国与英国有着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，但是双方在香港问题、新疆问题上已经严重对立。英国在台湾问题上应对中国，还有可能是对中国与阿根廷发展军贸合作不满。中国力挺阿根廷拥有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，也直击了英国的痛处。但是英国可能忘了，自己面临的更大麻烦还是在国内。既然英国想明目张胆地干涉台海问题，那么请英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阻挠苏格兰进行第2次独立公投？英国为什么单方面撕毁北爱尔兰协议？英国为何不按联合国的决议向毛里求斯归还查克斯群岛？再或者，英国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？当然，如果英国人实在不服，可以派舰队在台海维持一下局势。请问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你有这个胆子吗？英国脱欧之后，
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下降，抱美国大腿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如果英国人想拿中国立威，恐怕是找错了对象。英国的这次抗议，中国人民是记住了，我们会力促与阿根廷的军贸合作，这样就能给英国人压压惊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